这日，魏无羡与蓝忘机在杭州灵隐寺碰到了一只鬼。杭州他们常去，如今是3月，已经立了春，阴冷的冬季早就在春光中消散了。江南春日声名在外，西子湖畔游人如织。杭州姑苏离得近，来往游玩是常事。若是寻常人车马出游，一路看景儿，大概2、3日的功夫。至于仙门中人，御剑而行，不用1顿饭的时间就能到。春风和煦，草长莺飞，二人每年春天都来杭州踏青，断桥景致，三潭映月，在湖边酒家叫一壶佳酿，点几个小菜，然后坐一个下午，也是极惬意的。遇鬼也不是什么新鲜事，虽是太平盛世，仙门与凡间都不见战事，但含冤而死，何时不有？望羡二人修为颇高，广有侠名，游山玩水时便常遇见些主动找上门的孤魂野鬼破烂走失。这种邪祟通常不是什么高危邪祟，所提要求大部分也是了却一些小心愿，比如什么找到幼时隔壁小秀才的坟，归还一直没还的1两银子，藏好死前没来得及藏好的假丁丁之类的。所以这也不过是一个寻常的鬼，来求他们了却心愿的。这是个男鬼，大约20出头，死得年轻，身长8丈，倒是高大，长得颇有精神，是个精神小伙。精神小伙是个单眼皮，发型鸡窝，眼角下垂，看着有些无辜，又有些滑稽，也不知到底是变鬼后太累了，还是活着时就糟心，眼下巨大乌青，活像被人打了。魏无羡展开把扇子，扇面精美，是蓝忘机亲手画的，戳戳精神小伙的黑眼圈，问道：“不知这位公子有何遗愿？”精神小伙对魏无羡一拜，说道：“找人。”找人，这也是一个很寻常的业务。魏无羡摇摇扇子，此人姓甚名谁，同你是何关系？这也是极寻常的问题。要找人，总得知道要找的是谁。可是精神小伙思索了许久，摇摇头，只是再道：“找人。”魏无羡往蓝忘机怀里靠了靠，笃定道：“看来脑子坏了。”这并非是魏无羡在骂人，也并非蓝忘机在纵容他骂人，只是但凡邪祟都有可能脑子不好，走失可能大脑萎缩，鬼魂可能魂魄不全，记忆混乱，是非常寻常的现象。魏无羡于是继续问：“那小伙子你可有什么线索？”精神小伙这回倒是记得，他一双无生气的眼里突然闪出某种光芒，就好像他还鲜活的活着一般。他语气兴奋起来，努力绕着僵硬的舌头，呜呜啊的说道：“蛋。那人喜欢吃鸡蛋，那挺好的，我也喜欢，尤其是卤蛋和茶叶蛋。可惜蓝湛不让我多吃，他说一天只能吃2个。”精神小伙摇头：“蛋。那人蛋疼？哦，我懂了，你要找那人麻烦，因为那人不仅自己蛋疼，还让你也蛋疼。”精神小伙仍旧摇头：“蛋。那难道是……魏婴，你继续。”精神小伙作为一只脑子不好的鬼，说话不利索，被魏无羡打断了2次，终于坚强地把他要说的句子说了出来：“淡黄的长裙，蓬松的头发。”听上去是个挺具体的线索。魏无羡确认道：“淡黄的长裙，蓬松的头发。”精神小伙重复：“淡黄的长裙，蓬松的头发。”魏无羡挠头：“你要找一个姑娘，她穿淡黄的长裙，有蓬松的头发。”精神小伙并不解释，只是重复：“淡黄的长裙，蓬松的头发。”是怎样淡黄的长裙，怎样蓬松的头发？精神小伙歪头想了一会儿，想不出来，只能再说一遍：“淡黄的长裙，蓬松的头发。”你的断句怎么有点怪怪的？来，跟我读：“淡黄的长裙，蓬松的头发。”精神小伙跟着读：“淡黄的长裙，蓬松的头发。”不对，是淡。魏婴。魏无羡转过头去看他夫君：“咋啦，我的小宝贝儿？”蓝忘机语速很慢：“我幼时和一位堂弟一同读书。”魏无羡傻眼：“啊，挺突然的。”蓝忘机不为所动：“他喜欢吃榛子酥。”魏无羡乖巧配合道：“然后呢？”每天对我说数10遍，我想吃榛子酥。他似乎明白了蓝湛什么意思。我用这位堂弟练会了禁言术。蓝湛，对不起。蓝忘机走近半步，搂住了魏无羡：“你我道侣，不必如此。”魏无羡立刻把头埋进蓝忘机胸口，喊道：“
嘤嘤嘤，嘤嘤嘤。精神小伙傻呆呆杵旁边，坏了的脑子依稀觉得他应该爬马车底。之后望线总算开始干活。韩光俊佼佼君子，逢乱必出，这种英雄气概当然被魏无羡照单全收。如今太平盛世没啥乱子，没乱可出，于是他俩就变成逢单必接。鉴于很多委托人不是人，是人的也没啥钱，所以他们随缘收钱，全靠吃老底。聂怀桑曾经吐槽说，还好兰家家大业大，不然他俩得喝西北风。金陵说聂怀桑说的对，然后被蓝景怡无情嘲讽，于是金陵蓝景怡大打出手，最后双双被韩光俊罚去扫厕所。说回找人这事，他们既不知道要找的人是男是女，也不知道是死是活，就硬找。不过望线本事大，总归有办法的。这当口魏无羡拿了个罗盘，站在灵隐寺天王殿房顶上，煞有介事的捏诀做法。灵隐寺名声在外，香火旺盛，人来人往。精神小伙是个鬼魂，保不定外头会不会有能是鬼的普通人，不能出去吓人，就躲在一旁的竹林里，仰着僵硬的脖子仰望房顶的大神。房顶厉害，大概是想问，是不是在房顶做法更厉害？一同等在下面的蓝忘机此刻正在拔笋，昨日刚下过雨，竹林里满是新冒头的竹笋。蓝忘机想拔几个好的，今晚给魏无羡做碗春笋炒五花肉。他拿着陈情，一把插进泥里，手法极佳，一笛子戳下去，撬出来一整根，拔出嫩笋，带出泥。陈情挖笋，道德沦丧，这可不能让外人瞧见，不然怕是会吐血。其实这玩意儿魏无羡早就不大用了，但是好歹算是个宝贝，随身带在身上，现在顺理成章成了他俩顺手拿着用的生活工具。蓝忘机直起身子，捧着笋拍了拍，丢进乾坤袋里，回答说：何处都一样。精神小伙疑惑的又去看房顶姿势很牛逼的魏无羡。蓝忘机蹲下去撬第二根笋，顺便解释道：高处更帅。精神小伙如果是个活人，脸上表情会很精彩。事实证明，道侣间的影响是互相的。此时魏无羡从房顶跳了下来，蓝忘机刚好拔出第二根笋，站起来张开双臂接住了落地的魏无羡。二人搂着在原地转了一圈，精神小伙出于一种神秘的本能，往后飘了一步。蓝忘机抱着魏无羡转圈圈后，将道侣平平稳稳地放到了地上，问道：找到了？魏无羡咧嘴笑道：找到了。听上去意思似乎是找到了关于目标的线索。精神小伙又飘了上来，魏无羡突然伸出手，一巴掌打在了精神小伙脑门上。若是此刻在场的有旁人，必然会被吓得不轻。魏无羡是1等1的鬼道高手，如今虽然不再修习此道，但本事总不会自己消失了，再加之其魂魄曾死而复生，本就邪门，此刻突然出手，黑气源源不断从这肉身中溢出，双目红光，一时堪比地狱修罗，极为可怖，让人不由惊呼，这个平日笑嘻嘻的青年，果然便是传说中的夷陵老祖。夷陵老祖一只手裹挟着死亡气息，毫无预兆地击上来，精神小伙鬼躯一震，一双死目瞪的魂圆逐渐泛红，原本气息温和的一只孤魂野鬼瞬间恐怖如斯，似是地狱归来，叫人战栗。蓝忘机仍旧平静，却并不是毫无作为，他右手抵住魏无羡心门，指尖微微泛着蓝光，姑苏蓝氏心法自有禅意，隐约能听到古刹钟鸣与梵语诵经。他怀中的夷陵老祖鬼气汹涌，不似活物，眼神却仍清明。魏无羡一手贴在精神小伙额头，另一只手紧紧搂着蓝忘机，两股修为在这竹林中碰撞的激烈，如此下去必然引来寺中僧人。虽然这并非什么恶事，但在别人地盘上搞事，总归还是想要悄悄的来。天上渐渐聚集起乌云，蓝忘机抬起头，眼神一暗，随即抬起一脚将精神小伙踹飞，右手不再捏诀，改为环住魏无羡的腰，退开几步，二人一同靠在了一根竹子上。乌云散开去，魏无羡方才一身鬼气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仿佛无事发生一般，懒懒地偎在蓝忘机怀中，用头顶蹭了蹭蓝忘机的下巴。一切都恢复了正常，唯有那精神小伙刚刚被魏无羡一掌拍成了恶鬼，如今仍是十分可怖的模样，可不能再称作精神小伙了。魏无羡似乎很满意，点头道：很好，邪祟就该有邪祟的样子。邪祟咆哮一声冲上来，魏无羡抬起一根手指封住了邪祟所有动作，邪祟周身空气凝固，动弹不得，
他凄厉嘶吼挣扎，却毫无作用。魏无羡用手肘子戳了戳蓝忘机的肋骨，蓝忘机缓缓眨了眨眼，虽然心里不大愿意，但实在不想真的把寺庙僧人引过来，便只好给一只鬼上了个禁言。邪祟的嘶吼戛然而止，一张鬼脸憋得发紫，全身像抽筋一般颤抖，显得可怜又可笑。行动阶段性结束，蓝忘机方才一直用右手做法，指引左手握着东西，此时才得空将攥在左手许久的第二根竹笋抖了抖，抖落了竹笋上的烂泥与竹叶，平静的仿佛没有什么鬼在这里瞎嚷嚷。啊，不愧是寒光君。魏无羡偷偷瞄着那根竹笋，莫名其妙想起一件事：数年前蓝湛奉泽无君命主持编写蓝氏族谱，没空管他闲得无聊，就去清河找聂怀桑玩。二人一时兴起编了本小说，出于某些说不清的好奇，把蓝忘机编成了反派。他们写得非常尽兴，脑补了很多很离谱的剧情。讨论之下，他俩一致认为韩光君这种冷静偏执又不管外界的性子，如果做反派，那必定是史上最恐怖反派。中间有一段剧情是这样的：蓝忘机想用彼岸花煮汤喝，彼岸花只在黄泉边有，可阎王说地府不是用来采草药的，蓝忘机就要灭了阴曹地府，坐在阎罗殿上大开杀戒，边杀边给自己剪指甲，剪完了拿起阎王桌案上的彼岸花开始做酥饼，酥饼做完了，地府死光了，他就回人间吃酥饼去了。真实的蓝忘机这时大致抖干净了那根笋，塞到了乾坤袋里，邪祟还在那儿抽抽。蓝忘机注意到魏无羡有点兴奋的眼神，问道：魏婴，嘿嘿嘿嘿嘿嘿。后来那本小说写跑题了，说好的蓝忘机毁灭世界，写着写着写成了鬼畜攻蓝忘机和心机受魏无羡的狗血爱情故事。鬼畜在此处不仅形容书中蓝忘机的性格，更形容他俩的做爱方式。魏无羡写的爽读的也爽，经常写到一半去茅厕逛逛。聂怀桑表示不敢留着稿子，魏无羡便美滋滋地带回了姑苏，隔三差五就重温一回。魏无羡不黑了，寻思今晚该用啥姿势。蓝忘机一脸莫名的看着自家道侣行为诡异，心想可能他今晚想要新的姿势，不过毕竟还没到晚上。邪祟还搁那儿挣扎，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。魏无羡收回思绪，清清嗓对邪祟说道：冷静冷静，我只是把你的三魂七魄给凑齐了，修修你这个不着调的脑子，不然我们上哪儿去找淡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？哎，我可真是太难了。邪祟总算停止了扭动，大概是想明白了，杀气也退去，此刻又变成了一个人畜无害的鬼。蓝忘机也暂停了想姿势的事情，凑到魏无羡耳边轻声说：以肉身请魂之事还是太过危险，不可一人为之。魏无羡道：这是自然，要没你护住我心神，我哪儿敢啊？我也不傻，你放心，我要是现在嗝屁了，你这金龟婿就归别人了，我亏惨了好吗？蓝忘机露出不苟同的表情，严肃道：胡说。魏无羡自然知道这种事情蓝忘机最听不得，连忙侧过身抱住蓝忘机的脑袋一阵狂亲。邪祟开始寻思上哪儿找马车底去钻一钻。魏无羡啃完了蓝忘机，心情大好的踱步到邪祟跟前问道：现在记得了不？你找谁？男的女的？活着死了？蓝忘机解了禁言术，邪祟乌拉乌拉嚎了几声。魏无羡嫌弃的挥了挥手，邪祟终于说清楚了：是个女的。魏无羡眼睛一亮，扭头十分笃定地对蓝忘机说：看来是言情小说，人鬼情未了。邪祟补充：应该是活着。魏无羡兴奋道：你看吧，你看吧，果然是。那女的喜欢穿淡黄的裙子，头发很蓬松。那首先我们可以排除她是个尼姑。喂，魏无羡在问邪祟：你死了多久了？邪祟说2年。那看来这人很有可能还活着，并且就在原本的地方没挪窝，希望就在前方。魏无羡继续问：他叫什么？邪祟这回犹豫了一下，想了一会儿才答道：不记得名字。魏无羡这回真感觉奇怪了，做鬼都要找的人必然是极其重要的，脑子都修好了，怎么还不记得名字？蓝忘机便问：你与那女子是何关系？邪祟答：不认识。什么玩意儿？魏无羡震惊了，不可置信的上下打量了邪祟许久。你在逗我们玩吗？邪祟晃晃脑袋，认真说道：淡黄的长裙，蓬松的头发。怎么脑子好了？断句还是这副鸟样？
魏无羡拉过蓝忘机走到一边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大概脑子修不好了，这人活着的时候就是个傻子。”蓝忘机思索须臾，说道：“可能这句话并不是在描述那个女子。”原本以为是精神小伙舌头不利索，脑子不好使，才把一句话说得乱七八糟的，可都把魂收回来了，唯独这句话没变，看来并非是字面意思。魏无羡觉得有理，琢磨了一会儿，突然想到，这听着像复数啊。同样的句子说了好多遍，每遍都一模一样，确实听着像复数。魏无羡又走到邪祟旁边，问邪祟道：“你是不是听到过这句话？”邪祟呜呜啊啊着说是。魏无羡心想，总算抓着线索了，再问，可还记得是在何处听到的？邪祟指了指前方，望线顺着方向去看，正是灵隐寺的大雄宝殿。蓝忘机眉头一皱：“别指了，看不清，说吧，是哪儿？”灵隐寺的大雄宝殿。既然是要找活人，那就必须白天来，于是望线决定现在就找。魏无羡想把邪祟也塞进乾坤袋，蓝忘机阻止了他：“袋里有竹笋。”魏无羡又想起他和聂怀桑写的小说，边杀人边做酥饼，还挺像啊，是不是？于是他们把邪祟塞进了魏无羡的乾坤袖，袖子里装只鬼，也就只有魏无羡干得出来这种事。他俩走出竹林，走到大雄宝殿前的石阶，人头攒动，摩肩擦踵，每一个灵魂都捧着心愿，祈求菩萨垂怜。殿前宝顶装满了钱币与香灰，门槛上跨过无数善男信女。殿内释迦牟尼莲花坐像妙相庄严，用慈爱的目光审视世人。佛前灯今年不灭，台上的灯油映照出灯火摇曳。二人走到佛像前，殿内香炉插满了香，他们没买家伙，便只在蒲团上拜了拜，然后在大雄宝殿内逛了起来。灵隐寺名气大，风景好，格调高，这都没错，但是天下寺庙的大雄宝殿真的都大同小异。他俩绕了一圈，甚至还研究了那层厚厚的灯油，也没发现有什么人在念叨淡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。魏无羡甩甩袖子，问蓝忘机：“他是不是在忽悠我们？”蓝忘机没说话，似乎是在思索。魏无羡戳了戳他的脸：“蓝湛。”蓝忘机回过神，抓住魏无羡的手指，说道：“油焖笋也挺好吃的。”“是的吧？”“找到之后去买五花肉。”“好的。”“2根笋够吗？”“够的吧。”“等一下再去挖几根。”“我以前怂恿你摘莲蓬的时候，你不是这样的。”蓝忘机从衣襟中掏出了他的小钱袋，抖啊抖啊抖。“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。”他们从后门走了出去，前头是药师殿，僧侣们三三两两的走过，怎么看都不像会有女人说淡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。魏无羡无奈了，对蓝忘机说：“找不到人，还买五花肉，还挖笋吗？”蓝忘机道：“你说的对。”“忽悠。”“蓝湛，你是不是很想吃油焖笋？”一只猫走到蓝忘机脚边，伸了个懒腰，原地打了个滚儿，是只嗲嗲的母猫，喵呜着去蹭蓝忘机的靴子。蓝忘机蹲下来挠挠猫的下巴，念叨说：“再去买点猫耳朵。”魏无羡觉得他的大宝贝儿可能真的爱上厨艺了，之前在姑苏就每天下厨，这回来杭州游玩之前，蓝湛甚至还特地准备了干粮、素鸡夹馍，整整10块，全国仅此一家。魏无羡计划给蓝湛报名个创意厨师大赛之类的，让蓝湛做个尽兴。突然，魏无羡袖子里的邪祟躁动了起来。这邪祟来找望羡之时，魂魄不全，是个憨憨的精神小伙。魏无羡召来了剩余的魂魄，他可算有了个正经的鬼模样。可冷静下来之后，也没什么攻击性，可算是个少见好脾气的鬼。可这时好端端的，他突然在乾坤袖中暴躁了。鬼到底是鬼，再和气的鬼也有怨气，怨气自袖中溢出，瞬间就将魏无羡包裹起来。蓝忘机一惊，站起来想将魏无羡护起来，可他们身在游人如织的寺庙，周遭僧侣全都身带修为，近在咫尺，如此动静早已惊动。不远处的一对僧人大喊道：“何方妖孽！”成群的游客信徒们尖叫着四散奔逃，眨眼间从天而降的罗汉们围住了魏无羡。为首的和尚手执木棍，对魏无羡呵斥道：“邪魔外道，竟敢在灵隐寺作妖！”魏无羡暂时没说话，倒不是因为别的，只是因为他没听见和尚呵斥，自己也一时说不出话来。怨鬼之气于凡人致命，阴气能腐蚀经脉，即使是有修为之人，也不可过分接触。
例如当年在王八洞的魏无羡，修为已极为出色，仍旧被一把铁剑震晕了过去，险些伤及根本。这只鬼虽然算不上厉害，可突然来了这么一出，莫玄羽的肉体凡胎到底也比不上魏无羡自己的结实，一时便把魏无羡给震得眼冒金星了。蓝忘机自然是知道这些状况的，和尚们执着棍子已经攻向魏无羡。蓝忘机一向最忍不了魏无羡在他面前受伤，再加之厌恶邪魔外道一词，立刻便拔剑出鞘，手下不留余地，一击击落所有武器。寒光军内力自然霸道，武僧们全都被震飞了出去，扑倒在地，个个呕血。此时赶来一个老和尚，大约是寺里的方丈，见此情景大为震惊，心道如此修为世间罕见，怕是一只手数得过来，便不由观察执剑之人。只见那人一身白衣，头戴抹额，手中仙剑发着淡淡幽光，一眼便知是极好的上品仙器。方丈更为惊讶，连忙喝退想要爬起来再战的武僧们，在一众和尚们疑惑的眼神中走上去，双手合十行了个礼，道：“这位想必是寒光君吧？”寒光俊仍旧握着碧尘，从鼻子里嗯了一声，明显对这一圈武僧非常不满。武僧们愣了：“谁？寒光君？寒光君为什么在这里？寒光君为什么护着一个邪魔外道？”魏无羡这时已经稳下了气息，把突然发神经的鬼给压回了袖子里，一只手在眼前甩了甩，像是要挥走什么浊气。眨眨眼才发现眼前景象有点奇怪。方丈觉得头疼，又对着一身黑气的那邪魔外道行了礼，郁闷地问好道：“那这位想必便是夷陵老祖了。”魏无羡完全没反应过来发生了啥，就很平常的回答：“啊，对啊，我就是。您哪位？”3月春风有时候也可以似剪刀。所有人沉默了，无论是之前不服气的武僧，还是偷偷围观的群众，大眼瞪小眼中，集体往后退了一步。怕啥呢？我不杀人很多年了呀。方丈哭丧着脸：“二位先手大驾光临敝寺，不知有何指教？”魏无羡还在状况外，茫然的去看蓝忘机。蓝忘机面沉如水，并不言语。忽然一剑飞出去，碧尘瞬间定入大雄宝殿后门的石砖中，只听一声猫叫，甚是凄厉。方才来蹭靴子的那只猫被碧尘刺穿尾巴，定在了地上。和尚们吓了一跳，这个寒光俊怎么这么凶？和传说里不一样啊。蓝忘机平静地说：“来抓猫妖。”魏无羡弯下腰捞起那只猫，拎着猫爪观察了一阵，下结论道：136年15天3个时辰的道行，不会画人，不过能说点人话。方丈疑惑质疑道：“这只野猫在敝寺多年，怎会是猫妖呢？”小猫咪惊恐万分，挣扎起来。魏无羡伸手点住它的额头，小猫咪腹部发出光亮，正是它的内丹，果然是只猫妖。方丈惊呆，口念阿弥陀佛，十分汗颜。魏无羡客气道：“不怪方丈，这猫道行不高，极难发现，也只有我家战战这种牛人才能那么快察觉了。嘿嘿嘿。”小猫咪被魏无羡捏在手里，拽成各种奇怪的姿势，惊慌惨叫，听着可怜巴巴。和尚们无极罢鱼，一头黑线。蓝忘机对可怜巴巴的小猫咪命令道：“说句话。”小猫咪瑟瑟发抖，双目含泪，喵喵喵了好几声，终于说了句人话：“淡黄的长裙，蓬松的头发。”黑气又从魏无羡的袖子里蹭蹭蹭往外冲了。魏无羡这回没拦着，他任由邪祟冲出袖子，看着邪祟画出人形，一把掐住猫妖的脖子，咆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”3人正坐在方丈的禅房里喝茶，一边把事情说清楚。方丈半睁着眼睛，很无语地总结望羡方才说的话：“所以那只鬼其实不是鬼，它是敝寺大雄宝殿释迦牟尼向前灯油幻化而成的灯灵。他要找的姑娘也不是姑娘，而是敝寺一只百年猫妖，道行尚浅，只会说一句淡黄的长裙，蓬松的头发。”魏无羡咽下一块桃花酥，点头道：“寺庙灯油这种东西，经年累月的受着信徒供奉，是很有可能幻化成灵。他有模糊意识之时，就听到猫妖说话，那时猫妖正在学说话，只会说这么一句，就翻来覆去反反复复的说，说了好多年。猫妖说了多久，灯油便听了多久，生生把灯油听疯了，尚未幻化成灵，倒先有了怨气，成了个不灵不人不鬼的玩意儿，生出个执念来，要暴打一顿那个车轱辘淡黄不淡黄的崽种。”方丈叹气：“孽缘啊，可怜。”蓝忘机捧着茶杯说道：“
灯油与猫妖，我们带回云深不知处管教。方丈点头，如此最好，麻烦寒光君了。这是毕四的麻烦，毕四自当酬谢。说完，方丈想喊弟子进来送钱，蓝忘机却抬手阻止了。魏无羡眼皮一跳，又开始琢磨创意厨师大赛的事情。贵寺有片竹林，蓝忘机很平静地说：“春笋很好。”识相的方丈于是喊上一群弟子去竹林挖笋了。一林子的笋被挖完之后，猫妖已经被灯油揍得不成猫形，灯油了却执念，也很茫然。此时蓝忘机走过来，一挥袖将他们收入囊中，又拍拍装满了春笋的乾坤袋，牵着魏无羡很满足地下山了。回姑苏之后，蓝忘机在魏无羡的柜子里发现了他和聂怀桑写的那本小说。魏无羡先尖叫，后尴尬，最后觉得挺期待，鬼畜挺好，真的。实践了几个晚上之后，魏无羡扒拉出最后一根还没吃掉的竹笋，对蓝忘机提议道：“试试。”蓝忘机照着小说台词棒读：“魏婴，你这是在玩火。”魏无羡嘿嘿嘿嘿，玩火就玩火，试试就试试。来来来，不要因为我是一朵娇花而怜惜我。之后几日蓝丝追蓝锦衣的夜猎实践课开天窗了，因为授课先生屁股疼请假了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